喜宿主为妈妈花费5000元，返现50万元。给妈妈买几条裙子就能返现50万，这也太赚了吧！果然系统在告诉我，要对爱自己的妈妈好，对妈妈越好，我也越好。妈，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瞧你傻笑的样子。妈，我饿了，走，我们去高级餐厅吃饭。好。林婉，结婚3年，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离婚吧，你净身出户。就是，赶紧签字离婚，再赖着不走，别怪我让我儿子打你呀！哼！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动手打我女儿！妈，你怎么来了？我不来，等着他们欺负你吗？去，把离婚协议书签了，以后和他们就互不相欠了。妈，我听你的。没事了，婉婉，以后有妈在，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跟妈回家，妈能养你一辈子。谢谢妈。妈就你这一个宝贝女儿，以后有妈妈在，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的。好，妈妈对我这么好，我也想要回报妈妈，可是我现在却没有能力对她好。请赐到宿主孝心可嘉，100倍返还系统已绑定，给妈妈消费，系统将100倍返还金钱。请赐到宿主孝心可嘉，100倍返还系统已绑定，给妈妈消费，系统将100倍返还金钱。竟然是系统，对妈妈好还能100倍返还，这是真的假的？不行，我得去试一试。如果这是真的，那我的命运岂不是就此改变了？卖鲜花了，卖鲜花了，5元1朵，100元1束，正好买束花送给妈妈，试试系统的能力。姐姐，你要鲜花吗？小朋友，给我来1束吧。姐姐，1束花有20朵，要100块钱。没事，拿着吧。谢谢姐姐。太贵了，随便买1朵就行了。妈妈对我好，我也想对妈妈好。妈，送给你。哎呀，真香，婉婉，谢谢你。恭喜宿主给妈妈花费100元，返现1万元。银行卡到账1万元。给妈妈花了100元，系统就奖励了我1万元。以后要加倍对妈妈好，这样妈妈好，我也通过系统可以100倍返现，变成富婆。妈，走，我们去高端商场消费一波。婉婉，你没事吧？你是不是还是心情不好？妈妈陪你说说话。哎呀，妈，你就陪我嘛，走吧。那好吧。哎，妈，你看这个怎么样？喜不喜欢？我买了送给你。好看是好看，估计得1-2千块吧。妈，没事，我有钱。你好，把这条给我包起来，我要送给我妈妈。小姐真孝顺，我这就给您包起来。婉婉，你又乱花钱，这钱你自己留着用。没事，我真的有钱，我之前是中彩票了，真的哦。真的？当然是真的了。还有那边的那2条，那2条好看的都给我包起来。好。妈，你看，这都是给你买的。这些加起来怎么也得5000块吧？这太贵了，妈妈就要1条就好了。妈，我有钱，不光有钱，给妈妈花钱之后会有更多的钱。有钱也是你自己的钱，对自己好，自己开心，妈妈就开心了。可是妈开心我就开心。哎呀，妈，你就收下，就当做庆祝，我离婚后永远陪着妈妈。好吧，下不为例。恭喜宿主为妈妈花费5000元，返现50万元。给妈妈买几条裙子就能返现50万，这也太赚了吧！果然系统在告诉我，要对爱自己的妈妈好，对妈妈越好，我也越好。妈，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瞧你傻笑的样子。妈，我饿了，走，我们去高级餐厅吃饭。好。欢迎光临。婉婉，这里可是高端餐厅真味坊，消费都是天价，咱们换一家吧。妈，我今天心情好，咱们就在这里吃。婉婉今天心情好，她想干什么我都支持她。好，咱们就在这里吃。不过这次妈妈来买单。
你就让我孝敬孝敬你嘛，好不好嘛？哟，这不是林婉吗？和我离婚之后，你还有钱吗？该不会是来这儿求我复婚的吧？子明哥哥，你可千万不能原谅他，他就是一个土妞，一股子寒酸气。林婉，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新女朋友安丽丽。陈子明，你怎么样和我女儿无关，让开，别打扰我吃饭。装什么装？就你们母女的穷酸样还吃饭呢？这里的消费可都是上千元的。你怎么知道吃不起啊？服务员，我要点餐，帮我们安排一个最好的座位。这是我们餐厅靠窗的雅座，不过消费最低需要1万元。婉婉，我们随便吃点就行了，1万块太贵了。妈，放心吧，我有钱。子明哥哥，我也想要靠窗的位置。2万，这个位置我们要坐。先生，这我出10万。开什么玩笑？10万，有那么多钱吗你？女儿，你不用跟他较劲，咱们去别的位置也行。妈，咱们要就要最好的，况且我为妈花的钱会100倍返还给我，我这10万马上就变成1000万了。怎么，10万还不够吗？哎，够了够了，小姐您消费最高，请您入座，这边请。哼，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前妻一家子都是穷鬼，我不信他们真能有钱吃高级餐厅。哎，服务员，咱们的 M12级澳洲和牛西冷牛排还有吗？我要雪花最均匀的一块，厚度要2指。有的，小姐，您真懂行，这是我们店的招牌。林婉，你还坐上桌点上菜了。M12西冷牛排一块就要上万块，你3000的工资吃得起吗？哦，对了，我听说你们店的阿尔玛斯鲟鱼子酱不错，俗称是黑珍珠。是的，小姐，不过这个是按克卖的，十分昂贵。那给我来2罐吧，是2大罐，不然别人还以为我们吃不起呢。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吗？婉婉，这也太破费了。妈，没事，我有钱。哦，还有这个意大利的阿尔巴白松露，有吗？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现在不是最当季，但是我们有少量窖藏精品。要最好的，现跑。好，还有这个法国鹅肝、有机鸡蛋、当天空运的芦笋尖，都给我来一些。哦，以及这个乐化酒庄慕尼西特级原干红，也来1瓶吧。这一瓶菜单上没有标注价格，它实际价格是188888。没事没事，开1瓶吧。好。女儿，你这什么时候成富婆的？妈妈都不知道。妈，现在还不是，但请妈吃完这顿饭就是了。林婉，你别这会儿装完了，待会儿付不起钱呢。服务员，刷卡。哎，好的，小姐，您稍等。小姐，您已经付款完毕了，我们现在就去准备给您上餐，您在这稍等。你哪来50万？你就算网贷也不可能贷50万出来。前次到宿主请妈吃饭，花费50万元，现在正在100倍返还，已返还5000万元。我这不是网贷，而且我也不只有这50万。银行卡到账5000万元。早知道你这么有钱，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婚？子明哥哥，你不是喜欢我吗？你起来，黑钱货！真以为是喜欢你？你为什么就不能有5000万？渣男！原来你是嫌弃我穷，我真是看透你了。安丽丽，你给我站住！婉婉，你说这狗咬狗还挺有意思的哈。确实，妈，咱不管他了，一会儿咱们好好吃一顿。好，今天既然是婉婉请客，那我就不客气了。哦，对了妈，反正咱们来都来了，一会儿带你去买点黄金首饰，给妈花钱我就100倍返现。今天必须狠狠花钱。婉婉，这多不好意思。妈，您是我亲妈，给您花再多的钱都是应该的。妈，这就是咱们市里面打造的最豪华的黄金珠宝旗舰店玲珑阁，这里面东西啊真的特别好。婉婉，你带我来这么奢华的地方，不会太破费了吧？妈，我跟你说了，我有钱，我刮彩票中了好多钱。我现在呢是隐形的富婆，这些对我来说就是9牛1毛。走。
哎，你好，你们这一套龙凤呈祥黄金套装看起来不错呀。小姐您真识货，这套啊是我们故宫联名原创的工艺极其繁复的龙凤呈祥黄金套装，里面包含项链、耳环、戒指，重超800克，工费极高，大概要80万左右。婉婉，80万太贵了，小意思，打包。好嘞。哟，林婉，嘿，你刚被我们赶出家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知道了，你是来应聘厕所的清洁员的。我不是来应聘清洁员的，我是带我妈来买黄金首饰的。你月薪3000的你，这可是黄金，你以为买塑料玩具呢？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全市最豪华、最具高端品牌的黄金珠宝旗舰玲珑阁，这里随便一件首饰都抵你好几年的工资。谁说我没钱？再说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有钱？胡说八道！你个穷鬼，哪来的钱？林婉，人穷可以，撒谎就不对了。那我要是说我付得起呢？你买得起啊？你觉得我信吗？您的黄金包好了。小李，我不是说了吗？我就要个铂金镯子就行了呀！你怎么拿一整套黄金套装给我？什么意思呀？周阿姨，这套黄金不是给你的。不是给我的，那是给谁的？这也没有其他人呀。这是给我的。林婉，你疯了吧？这怎么可能是你的？没错，这就是我的。这确实是这位女士的。这不可能！不是，这凭什么呀？她不过是被我赶出家门的一个乡下土妞，凭什么买得起80万的黄金啊？不凭什么，就凭我有钱，我买得起。哈哈哈！啊，我明白了，你是买给我们家子明的吧？你这是被我们赶出家门了，所以要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去讨好我们。你要是懂事儿的话，你现在把黄金给我，我也不是不能在我们家子明面前替你说说好话。你少在这儿自作多情了。我还真不是给陈子明买的，我跟他早就一刀两断了。这些黄金都是我给我妈妈买的。我看这个手镯也不错，帮我包起来吧。林小姐啊，这个是古法赞克的厚装黄金手镯，有1200克，要120万。买了。天哪，我没有听错吧？他竟然还要买，这可是一整只古法赞克的厚装黄金手镯呀！林小姐，恭喜您成为我们店的尊贵 VIP 客户，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好东西会立马联系您的。行，全部打包，刷卡。哎，好。婉婉，没想到你真的花200万给我买黄金首饰，妈妈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妈，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跟我客气什么？恭喜宿主为妈妈花费200万元购买黄金首饰，100倍返利2亿元。这钱来的也太快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他给他妈买黄金都能瞬间出手200万，自己的存款不得好几千万，甚至上亿呀！如果真是这样，子明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他难道是什么隐藏的集团千金大小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周阿姨，我们就先走了啊，您在这儿呀，慢慢消费。我，艾玛，你刚刚看到没有？他的眼神，气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我看见了，别说是他，刚刚我也被你吓死了。婉婉，你怎么这么有钱呀？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做什么违法犯纪的事了？哎呀，妈，我没有。你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老实得很，难道你不知道吗？这钱来得干净，都是我自己赚的。也是，你要是不老实的话，怎么会被陈子明他们欺负这么久？好，我知道了。妈，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妈妈公司负责的项目晚上有个晚宴，要签个合同。原来如此。婉婉，说起来这个晚宴是可以带家属的，你跟我一起去吧，认识朋友。如果你以后有兴趣进入商界，这都是你的资源。确实，我现在有这么多钱，如果连个工作都没有，肯定会引起怀疑。我需要找一份工作伪装自己。怎么样，有兴趣吗？有兴趣。婉婉，都怪妈妈以前工作太忙，忽略了你被人欺负。
以后妈妈去哪儿都带你一起。晚上跟着妈妈去见见世面了。如果有什么给老妈花钱的地方，我又能百倍返利，完美。哇，不愧是顶级的商业晚宴，我妈的人脉就是广啊。婉婉，你就不要取笑你妈我了，你先进去逛一逛，我去谈合作了。啊，好，妈，你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随时叫我。好，去吧。哟，这是谁呀？呀，苏总来了，欢迎啊，老苏！哎呦，欢迎欢迎！哎呀，赵总，赵总，您客气了。赵总，您看一下，根据之前说好的，没问题的话就签了吧。哎呀，苏总不着急，今天是这样，把这酒喝好了再谈合同，好吧？啊，赵总，我来陪你喝。好。赵总，我干了。苏总，好酒量啊！老苏，你看到了吧？看到了，还是赵总您的面子好使啊！赵总，酒也喝了，合同您看一下。哎，别着急，苏总，今天这酒呢，咱们慢慢喝，喝好了，喝高兴了，你放心，这5000万的合同，我明天肯定给你签。我老赵说话算话啊！就是小娘们儿，你今天把我们哥俩伺候高兴了，这合同一定给你签。要是喝不好，那签不签就不知道了。赵总，酒我实在是倒亮了，我以茶代酒，敬您。苏总，这就是不给面子了。谁不知道你苏宇是行业里有名的交际花？今天这酒，你是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就是，我可是听说，人家苏总可不是喝酒喝来着生意，人家可能是床上功夫比较好。要不然，你以为她一个女的，凭什么短短这么几年拿下这么多单子？还不是孙总，赵总，我看今天不太适合谈合作，告辞。哼，不给脸！苏宇，他妈真是给你脸了！我现在就给你老板打电话。哼！哎，妈，你不是在包间里谈生意吗？你眼眶怎么那么红？你哭了？我没事儿，婉婉，我们走吧。妈，你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没什么。妈，你快说。和我签合同的赵总，非要我陪酒，还对我动手动脚，否则就不签合同。要不是对方和我们公司还有合作，我真想一巴掌扇过去。原来是这样。妈，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我记得妈妈所在的公司是上市公司，只要我购买妈妈公司的股份，再把股份无条件转让给妈妈，让妈妈成为公司的话事人，所有人都会尊重老妈，能打脸那个赵总，同时我也能百倍返现。婉婉，你要干什么？妈，你等我一下，我去打个电话。哎，婉婉。喂，李总吗？苏宇，赵总给我打电话说刚才的事情了。赵总那边的反应很激烈，他表示不仅原本的5000万项目取消，还会重新评估与我们集团的所有合作，这个损失太大了。李总，你的意思是，我就应该去给人家陪酒吗？小苏啊，你也在这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这些潜规则你还不知道吗？忍忍不就过去了？你的任性妄为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如果这酒是非赔不可的话，那我这工作不干也罢。既然如此，经董事会紧急商议决定，解除你公司副总经理及项目总监的一切职务，你好自为之。努力了这么多年，到最后什么都没留下。算了，我还是去找婉婉，回家吧。
婉婉，我们走吧。妈，相信我，我一定帮你拿回项目。哟，这不是苏雨吗？刚刚那个女强人的霸气模样呢？就是啊，让你陪我赵总喝酒，你不给面子啊！现在听说啊，工作也没了。哎，看见了吗？这就是得罪赵总的下场啊！我赵钱手眼通天，只要我一句话，你就甭想在这个行业混下去。混下去？谁说我妈混不下去？他都没工作了，还怎么混？就是啊，喝到家酒了吧？大白天说什么梦话呢？我宣布，我妈苏雨现在是天盛投资的新任董事长。哟，还董事长？你以为这是拍电影呢？啊！你喝到家酒了吧？这……诸位，我是林婉小姐刚才联系的李律师。林婉小姐刚才已经用2亿元购买了天盛投资有限公司的51%股份，成为了天盛投资最大的股东。这最大的股东，这怎么可能？对啊，怎么可能呢？这竟然是真的！这小姑娘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婉婉，你……根据林婉小姐的决议，以公司最大股东身份，即刻解除李总董事长的职务，由苏雨小姐担任董事长。同时，我们将解除赵钱及其关联公司与天盛投资的所有合作。赵总，是吧？从今天开始，我妈的公司不会和你们有任何合作了。赵总的公司可是很依赖和天盛投资的合作的呀，这下对方不合作了，这赵总岂不是亏惨了？看来这赵总今天是遇到硬茬了，一言不合就买股份，直接断绝合作。婉婉，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妈，这是我应该做的。妈妈对我好，我也想要一辈子对妈妈好。李律，请宣读我的最后一个决策吧。根据林婉小姐的最后一项决策，林婉小姐将2亿元购买的51%天盛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份，无条件转让给苏雨女士。妈，现在你是你们公司唯一的话事人了。哼。检测到宿主为妈花费2亿元，正在触发100倍返还，已返还200亿元。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人能对妈妈做到这个地步！是啊，有这样的家人该多幸福啊！这可是2亿元呀，这也太慷慨了吧！赵总，现在我妈是天盛投资的最大股东和总董事长了，你们以后还要继续为难她吗？你不要太得意了，你们。现在苏总可是他高攀不起的存在了。是啊，现在的苏总谁都惹不起。好，我记住你们了，走着瞧，走着瞧，德才撤！你们，婉婉，你告诉我，你到底哪来这么多钱呀？如果我说我是因为对妈妈好，所以才有了这么多钱，你信吗？你又逗我。算了，一时半会儿也跟妈解释不清楚。反正妈，你要相信，我的钱都是通过正规途径赚到的。妈相信你。婉婉，谢谢你送了妈妈一家公司，但妈妈也需要信得过的人，不如你来公司当投资顾问吧。就当了解了解工作，以后你对商业感兴趣，想要进来，这些都是你的知识，而且妈妈还可以教你，照顾你。好，妈，我听你的。我们家婉婉最乖了，咱们明天一起去天盛，一起经营企业，一起证明自己。好。走。婉婉，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公司的高管。还有这一位是我们公司的资深合伙人李明远。你好。坐吧。大家都看一下手上这份报告，我们和赵钱断绝合作后，需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灵思科技，一家专注于神经拟态芯片的初创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请大家讨论，举手表决。我有疑义，数据大家都看了，灵思宣称的能效比超出目前学术已发表的最佳成果30倍，这不可能。确实有道理。更重要的是，创始人过于理想主义，商业规划模糊，烧钱速度惊人，盈利遥遥无期。我司若领头，风险敞口过大，我认为这个项目予以否决。关于这个决定，我可以做情况说明。苏总，
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去赌一个初创公司的未来啊！这是我看了很久的项目，灵思科技未来一定会大放异彩，到时候我们再投资就晚了。苏总，风险大就是风险大，除非有人给这个公司投资，可谁愿意投资啊？说来说去不就是钱吗？我帮我妈妈出钱投资不就好了？我宣布，我以个人名义向灵思科技投资2个亿。投资2个亿。这谁呀？这是？哪来的小丫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婉，是苏雨的女儿，也是新来的投资顾问。我的资历确实比较新，但是我有钱。我相信我妈的眼光，她想要投资，那我就出资2个亿喽。不管成功与否，我投资妈妈都能得到100倍返利，我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呢？林小姐还真是财大气粗啊！苏总本身就是以投资眼光出名的，这次我们应该试着支持他，况且这个钱也不是咱们出的。检测到宿主为妈花费2亿元，正在100倍返利，已返还200亿元。好，林婉，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个投资项目能做成什么样。李明远中途离场，投票继续。同意跟投灵思科技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我宣布，我们下一个主要业务就是对灵思科技的投资，请大家下去好好做准备工作。是，苏总。婉婉，今天多谢谢你了，如果没有你，我今天还真的挺难办的。妈，没事，您的事就是我的事。好。啊，您就是苏总，这位就是林婉小姐吧？你们好，我是灵思科技的陈教授，非常感谢你们愿意投资我们公司。陈教授您好。你好。陈教授您好。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郑博士，让他带你们进去参观一下吧。你们就是投资方吧？过来。妈，我们可是投资方，这人态度怎么那么差？也许这就是科学家的脾气吧，我们尽量忍一忍。郑博士，辛苦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仪器吧。说了你们也不懂，这些涉及到了自旋轨道耦合、量子隧穿损耗、抑制几界面态。那个，不好意思，打断一下，郑博士，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和其他家芯片相比优势在哪？这是物理极限和材料科学问题，不是靠增加投资或者定个 KPI 就能解决的。你们投资方关心的是回报周期，我们关心的是物理定律。不懂就别瞎指挥，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和经费，剩下的交给我们就好了。你这人态度怎么那么差？我们可是投资方，并且我们没有瞎指挥。我妈只是想要了解这个芯片的性能，这有问题吗？郑博士，我明白科研的探索性，但是作为投资方，我们有权了解风险。风险就是你们总想拿着管理工厂那套来管理实验室。看，就像这台3代质谱仪，3年前我们咬牙贷款买的，已经是当时最好的。可是你们投资方呢，一直在问检测周期能不能缩短，检测精度能不能提高。可设备极限在这里，这是技术壁垒，不是靠开会能解决的。郑博士，您刚才说这是3年前贷款买的3代设备，精度到顶了，无法提速，是你们关键瓶颈之一，对吧？是又怎么样？这些是当时荷兰生产最顶级的，商用最顶级的。我跟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你能给我换成最新的吗？怎么不能？林女士，下午好，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张总，我听说你们是荷兰质谱仪在国内的最高级别代理，对吧？对。我要订购一台你们最顶级的适用于前沿半导体材料分析的启明系列质谱仪，并且要配最完整的耗材，还有数据库。对，就是你们最新的那款，价格按顶配报给我。林女士，全套顶配下来大概在1亿元人民币左右，你确定？我确定，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等设备到齐之后，全部无条件捐献给苏雨女士旗下的实验室。第二，设备调试完毕之后，即日起，所有的权限以及数据需要对我妈苏雨女士其他指定的团队无条件全部开放，能做到吗？完
完全可以，李女士，我们立刻准备合同和设备。感谢您对科学事业的支持。1个亿还是个人名义捐赠，顶级设备，唯一条件是他妈团队的完全权限。这太豪横了！我的天哪，这也太厉害了！我们渴望这个设备已经很久了，有了这个设备，我们的科研将会有新的突破。郑博士，设备大概是1个月之后到，我相信我们的瓶颈应该能解决一部分。现在你可以为我妈妈继续讲解了吗？对了，得用她听得懂的方式，毕竟以后这个实验室的所有数据与成果都要第一时间向我妈苏雨女士汇报。你能做到吗？能做到。婉婉，今天谢谢你。妈，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的。而且他说的对，有些壁垒确实存在，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资本的力量，我们有钱去打破它，或者买通他们。恭喜宿主为妈花费1亿元，正在百倍返现，已返现100亿元。这系统真是太好了，帮了老妈还净赚100亿。苏总放心，我们一定好好研究，将来一定做出震惊世界的芯片，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回报苏总。好，我相信你们。苏总，另外有件事儿。什么事？他们的芯片技术十分先进，但如果我们拿下星河科技的最新技术，我们一定可以产生至少几百亿的商业价值。到时候您和林小姐作为投资方也会得到巨大的商业回报。有意思。星河科技在深圳的科研技术拍卖行，我需要去一趟了。妈，你去吧，我支持你的。好，看来我们需要飞一趟深圳了。我们一定要把天盛投资做成龙国最大的投资企业，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我们2个没有别人也是可以的。妈，我支持你。好，那我们订机票，明天就走吧。这就是科技技术拍卖会吗？以前还从来没来过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以后这样的机会我们会越来越多。哟，这不是林小姐和苏雨吗？你们也来这个拍卖会了？赵总，我没看错吧？2个女人也敢来参加科研拍卖会呀？你们2个还真是阴魂不散，怎么哪儿都有你？哼，我告诉你们，我们这赵氏集团对这个科研专利是一直有需求的，倒是你们懂技术吗？就敢来这科研拍卖会啊？对呀，这女人嘛，就应该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是吧？这是科研拍卖会，知道吧？男人的领域，你们女人不该来。凭什么？商业靠的是眼光，是本事，和我是男人女人有什么关系？你不会以为你的商业眼光比我还独到？你猖狂！我们赵总那叱咤商界多少年啊，都多少年的老板了，你一个女人得势才多久，就觉得比我们赵总眼光好了？没错。你们呀，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么好，我们今天就比一比，看谁拿下的技术专利价值更高啊！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当面赔礼道歉，并且从这儿爬出去。爬出去。如果要是你们输了，听好了，你们俩可要给我们俩陪酒道歉的。到时候他们该哭了。我们可是有秘密情报的，最后要拿下的可是价值100亿的专利。他俩有什么勇气，竟然跟我们比？这真是狗眼看人低。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喽。好，妈，我们走。我可是等着你们陪酒啊！走，请。欢迎各位商业代表的光临。今天由我主持星河科技的专利拍卖会，请大家有序出价，不要破坏秩序。现在我宣布第一件拍品，请大家看大屏幕。现在我宣布第一件拍品，大家请看大屏幕。芯片散热膜配方可提升10%芯片导热效率，起拍价2500万。妈，这个看上去不错。是不错，可是我们的研究室已经有了类似的研究，没必要拿下。苏总啊，你不会是看上这个没钱买吧？
这种技术我们实验室本来就有，为什么要买？哎呀，吹上了，反正我不信，2500万，2500万第一次，3000万，3000万一次，4000万。看来这次赵总来真的，我们啊还是不要和他竞争了。是，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吧。4000万第一次，4000万第二次，第三次。恭喜赵总拍下芯片散热膜配方。苏总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拿下了。你拿下呗，别忘了我们的赌约可是谁拿下价值最高的东西，现在还没分出胜负呢。苏总，你就等着给我赔礼道歉，陪我喝酒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拍卖，下面是第2件专利，接下来是第3项专利，第5项专利，第8项专利，接下来是第9项专利，由我们的赵总花费1亿元拍下，恭喜赵总。我说苏总啊，这都第几个了，你是一个都没买。您这牌子是举不动啊？对，你是搞这个时尚，看不上我们这些工业材料，利润薄，周期长，回款慢，不符合你这个快进快出的风格。肃静，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件拍品，也是我们星河科技创始人陆星河先生委托拍卖的特别标——晶圆级超级芯片集成技术。根据陆星河先生的要求，晶圆级超级芯片集成技术起拍价为10亿元。10个亿？这星河科技疯了吧？什么样的专利竟敢卖10个亿？难道说这个专利价值很高，商业价值其实远远超过10个亿？晶圆级芯片集成，这不是 AMD、台积电他们在预言的下一代技术吗？但是没有任何数据，这买个名字回去，自己回去研发吗？陆星河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吧？以为国内的人都是人傻钱多吗？妈，就是这个，陈教授说了，这个价值100亿。是这个。可是10个亿，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等我去联系一下公司财务。妈，你相信我，我有办法，交给我解决。哎，德才，这个专利有什么说法吗？赵总放心，我听说了，这个虚头巴脑的专利没有数据依据，根本就不值钱。10个亿的价格本来就是这个星河科技瞎卖的，80%是想找一个不懂行的冤大头。原来如此啊！那咱刚才1个亿买这个专利，如果用在商业，能带来多少的商业价值啊？至少5个亿。目前苏雨和林婉还没有出手买下任何专利，如今他们只有这一个选择了。就算他们买下，也值不了多少钱，咱们赢定了嘛。正是如此。10个亿，这家伙在拍卖会上简直就是天花板呀！就是它是个3无产品，无产品、无数据、无路线，凭什么卖10个亿啊？就是，这就好比一个厨师拍卖一个菜品，名字和构想却不给菜谱，也不演示怎么做，让别人猜。对于我们极其讲究可靠性的半导体行业，这简直是一个昂贵的废纸。陆星河这是穷疯了吧？拿个 PPT 就来这里骗钱，含晶圆级芯片集成，这个需要多大的投资吗？多精密的工艺设备吗？这根本不是国内任何公司能够独立搞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一张骗投资的皇帝新衣。各位，这场拍卖会我看来是要改名了，改成这个科幻创意拍卖会，是不是？10个亿是买个科幻概念。苏总不是最喜欢投资未来吗？要不投资这个未来，支持一下国人的想象力，怎么样？10个亿，我拍了。疯了吧？这有人敢拍呀？好，苏雨，你这个女儿真是女中豪杰呀！来，我们为这个女中豪杰鼓掌。为了她这么支持我们龙国的科学研究，来，再一次的鼓掌。好，鼓掌。10亿元第一次，10亿元第二次，10亿元第三次。恭喜苏总，花费10亿元拍下晶圆级超级芯片集成技术。按照赌约，你该陪我们喝酒喽。他们之间还有这种赌约啊？让苏总陪赵总喝酒，这事要是传出去，
苏总还怎么在商圈混呢？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谁的商业价值高还不一定。哎，这谁呀？是啊，这是谁呀？不认识啊。感谢过去7年多，我带着这项技术的初步构想和早期实验数据，拜访过国内17家顶尖的科研院所和29家高级技术公司。所有人都说我异想天开，不看好我。直到3个月前，我才在我的实验室里完成了这项技术的理论验证和关键工艺原型技术1级。没想到他真的做出来了。这不可能吧？这要是真的，能产生的商业价值何止100亿啊！这项技术可以将现有芯片的性能提升5到10倍，功耗降低70%，并为未来新粒级生态和系统级创新铺平道路。天哪，没想到这么厉害啊！苏小姐、林小姐，在座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几乎要怀疑坚持下去的意义时，你们用10个亿投下了对这个国家半导体材料研发最关键的信任票。如果你们愿意，稍后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实验室以及未公开的全部研究资料，将与您和您的合作伙伴无条件开放。我们将共同成立新的实体，攻克最后堡垒。什么？竟然还有这种好事啊！这要是成了，这得带来多少商业价值啊！这一波，他们至少赚了几百个亿啊！我的天哪！为什么不是我拍下这个专利呢？要是我的话，我的公司岂不是要起飞了？陆先生，我愿意合作。苏小姐，我也很期待未来我们的合作。妈，恭喜你！婉婉，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帮我花费10亿元拿下这个专利，妈不会有今天的。我们是一家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恭喜宿主为妈妈花费10亿元，已触发100倍返现，返现1000亿元。手机到账1000亿元。哎呀，可惜了呀！给妈花钱就是给我自己赚钱，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帮妈呢？哎，赵总、孙经理，你们不会是想溜走？赵总应该不是这种不守承诺的人吧？我记得我们之间还有赌约呢。难道赵总是想跑不成？哎，对了，他们之间还有赌约呢。我记得要是赵总赢了，就苏总和林小姐陪他们陪酒道歉。那如果是林小姐赢了会怎么样？按照赌约，如果说你们输了的话，要当众道歉，并且在物理意义上的爬出去。什么？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这也太丢人了。赵总要当众爬出去，哪还有脸在商圈混呀？不要太过分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要是我们输了，你们会就这样放过我们吗？道歉。今天如果你们要是不遵守约定，那在场所有的人还有谁敢跟你们合作？赵总，他这是把咱们架在火上烤啊！如果咱俩不履行约定，没诚信了，还怎么做生意呀？行，闭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错了。好了，我们原谅你们了，你们可以爬出去了。行，爬出去。哎呀，真没想到啊，还能看到赵总这般模样。今天啊，真是大饱眼福了呀！今天真是太有乐子了。给我等着你们！婉婉，今天谢谢你，没有你我也拿不下和陆先生的合作，还有这价值100亿的专利，更摆脱不了赵钱他们的骚扰。妈，你说什么呢？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有什么好客气的？你们两人的感情真是让人羡慕呀。赵总，你还好吗？好什么好？我今天受了如此大的屈辱，你告诉我，我在业界里怎么混？我这张脸往哪儿放？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找彪哥出手，绑架苏月，逼迫那个林婉把价值100亿的专利交出来。到时候，成功的就是我们了。是啊，这样的话，100亿专利不仅到手了，还能报了今天的仇。行，我现在就联系藏彪。喂，彪哥，我想让您帮个忙，
绑架个人。哦，谁？天盛投资的苏总苏宇。这可是个大人物，不好绑啊。5000万。5000万，这价格给的确实公道。行吧，这事儿我帮你办了。行，谢谢彪哥，感谢啊，谢谢。咋样，能办不？这事儿，成了。让他们羞辱你，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付出代价。对。哎呀，德才呀，还是你脑子灵光。妈妈马上过生日了，到时候请妈妈吃，妈妈一定很喜欢。喂，请问您是？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妈是苏雨，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想让她没事儿，很简单，把你前几天在拍卖会上花10个亿买的那什么芯片专利，所有文件装在一个手提箱里，线下给我们送过来，给你2个小时准备时间，别报警，别耍花样。你妈这么漂亮，我兄弟们可都看着。喂，你们。对方为了我们的专利，竟然绑架我妈妈。专利，对方知道专利，难道是在拍卖会上？赵钱，对，只有他有这个动机，并且才能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好啊，既然你敢使用这种招数，那我就还你们更大的礼。喂，陈教授，我需要您帮我一个忙，您那边有没有特殊渠道？我妈被绑架了，我想要找高级保镖去救她。我确实知道一个辉狮国际，它明面上是高端安保公司，实则承接最棘手、最隐秘特殊事务的公佣兵集团。只要给钱，他们会给你提供最顶级的服务。我把号码发给你。好，麻烦了。请提供您的需求和预算。事件。绑架勒索人质1名，位于龙城境内，城西废弃化工厂，目标2小时内安全解救出人质，消除所有危险，保留证据，预算无上限。无上限，您确认？确认。好，我们马上安排最顶级的雇佣兵团队，将在30分钟后和您会合。辛苦了。感动我妈，我让你们都付出代价。林小姐您好，我是威龙小队的队长王虎，您的任务已成功受理，初步报价5亿元，我们将在任务完成后结算尾款。王队长您好，我怀疑主谋是一个叫赵钱的商人，我要你们在救人的同时拿到赵钱与绑匪勾结的直接证据。这个没问题，林小姐，我们会安排团队最顶级的黑客专家来处理这件事情，一定能找到您要的证据。那就好。此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诱饵或人质，吸引对方注意力，为突袭创造窗口。您……我去当诱饵，我亲自去送文件，并且我得亲自确认我妈的安全。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最顶级的防弹、防刺，并且带定位的防弹衣。风险极高，林小姐。按我说的去做。好。好。另外，在交易地点3公里范围内，给我配备一支狙击队伍，随时支援。如果我有任何不测，我授权你们使用极端措施。我明白了，一定不负所托。绑得不容易啊。别看了，就我一个人。妈，您放心，我马上就救你出来。老实点，东西带来了吗？价值100亿的专利都在这里面。先把我妈放了。林大小姐，我没听错吧？事到如今了，你还在跟我们谈条件？看见了吗？主动权在我们手上。你们不讲信用。乖乖退下，让我们检查手提箱。
密码6个8，你们可以验货。东西没问题。那我和我妈可以走了吗？我可没说要放你们走啊！你们不讲信用。你在跟绑匪讲信用？林小姐，我听说你很有钱，10个亿瞬间就能拿得出来。我想你是不是可以再给我10个亿？黄虎他们应该快准备好了，狙击手应该也就位了，我再拖一会儿。王哥，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枪击毙，让绑匪失去行动能力就行了，不要真的开枪杀人。明白。10个亿，再要10个亿，你未免也太贪心了。你妈妈的命应该值这个钱吧？赶紧给我，要不然……我的肩膀！你居然找了雇佣兵！有狙击手在哪里？我们只有刀怎么办啊？都蹲下，不许动，老实点。林婉，你不讲武德！对你这种人，我有什么武德可讲？说，谁指使你们来的？你们的同伙是谁？我……没收他的手机。老实点啊！我们的狙击手用的是塑料弹，不是实弹，否则你们现在已经死了。我不敢了。报告队长，怀疑他们的联系人是一个叫赵钱的商人。果然不出我所料，和我的黑客查的一模一样。林小姐，你们把这个证据递交警方，我们就不再留下来了。多谢。婉婉，妈，你没事吧？妈妈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妈，我们现在已经掌握到了足够多的证据，我们报警吧，是时候去找赵钱去复仇了。花了不少钱吧？妈，钱都是小事，只有妈妈的安全最重要。请知道宿主为妈妈花费5亿元购买安保服务，已触发100倍返还，返还500亿元。支付宝到账500亿元。有了这些钱，才能更好的守护我和妈妈的安全。喂，您好，我要报警。我们现在位于城西废弃化工厂，这里发生了一起严重恶劣的绑架案，请尽快派遣警力过来。好，我们马上到达现场。多谢。你好，我是李队长，你们谁报的案？李队长，是我报的案。这几个就是绑匪，这是我妈，也是这次绑架案的受害者。我明白了，我们这就带他们回派出所。辛苦你们跟我们回去做一下笔录。好。小姑娘，厉害啊！没想到你一个人就能解决这次绑架案。过奖了。其实本次绑架案的幕后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李队长，这就是绑匪头子的手机，里面有他和绑架委托人的联系。早知道发完消息就把短信删了，他奶奶的，还是警匪片看少了。闭嘴！有你什么事儿？原来如此，这个赵钱我有印象，是赵氏的老板，没想到竟然干了违法的事儿。这个人的身份确实不简单。李队长，这个很为难吗？不麻烦，我们是人民警察，不是商人警察。在我们龙国，任何违法行为都将被绳之以法。李队长，那就麻烦你了。不辛苦，辛苦你们再跟我们走一趟，一起去当面指认赵钱和他的同伙吧。好，妈，您还好吧？你要一起去吗？这个赵钱害我不浅，我一定要亲眼看见他被绳之以法。我跟你们一起去。好，那我们走吧。把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带回去先审一审。收到，李队长。上车，我们走吧。走。赵总，根据刚才丧彪发来的图片看，他得手了。咱们马上就要有价值100亿的芯片专利了。德才呀，德才，这件事你干得不错，
你放心，年底这奖金少不了你的。那就多谢赵总了啊！德才，这丧彪怎么还没传来信儿？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谁呀？谁呀？不是说今天没什么特殊的事儿，不要来敲门吗？你好，我是本市警察刑侦大队的李队长，赵老板，能开下门吗？好，马上来。德才，不会这事儿暴露了吧？啊？我不知道啊。你他妈没留后手，没想到这一步啊！赵总，你还在吗？在，马上就来。来了。来了。李队长，你怎么过来了？是有什么事儿吗？赵总，好久不见。是啊，苏总，确实好久不见。赵总，丧彪已经被抓进去了，他的手机里可是有跟你的聊天记录。不可能吧？肯定是你看错了。人证物证俱在，跟我们走吧。我先走了。李队长，都是他怂恿我的。你们两个都别想跑，全部带走。对了，李队长应该不会轻易放过他们吧？绝对不会，他们这件事情非常严重，至少要判40年。40年啊！我出来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你应得的惩罚，李队长，麻烦你了。我们应该做的，带走。婉婉，我当时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妈，您放心，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你出事了。妈，不哭了，我给您准备了生日蛋糕，您一定会很喜欢的。好，走，我们回家。祝你生日快乐！祝妈妈生日快乐！我已经许完愿了，谢谢你，婉婉。妈，恭喜你长命百岁，又长1岁。你这小丫头真会说话。妈妈说要照顾婉婉一辈子，结果一直都是婉婉在帮妈妈。妈，您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帮您，我不对您好，那谁对您好？喂，苏总，成了！得到星河科技的帮助后，我们的芯片技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已经达到商业标准了。真的吗？真的，最快下周就可以召开产品发布会，到时候我们将会震惊整个龙国，震惊整个世界，彻底打破西方对我们的芯片封锁，这在未来带来的商业规模何止万亿啊！那太好了，陈教授，随时给我汇报进度，辛苦你了。事成之后，我给大家发奖金。好嘞，苏总。妈，什么事啊？让您乐成这样。我们成了，芯片成了，下周发布，到时候我们就要发财，就成功了。真的吗？太好了！这都多亏了你帮忙，婉婉，你才是妈妈的幸运星。妈，你说说你，这一天工作15个小时，多辛苦啊！真期待呀，下周产品发布会的这一天，我等这一天，证明自己的这一天，太久了。妈，快了。恭喜，谢谢，里面请。苏总，恭喜啊！谢谢陈总，里面请。于总好啊。李经理，你怎么来了？这话说的，今天可是你苏总的大日子，我怎么可能不来呢？妈，这人的态度，可能他还在觉得你买股份转让给我的事情，阻挡了他拿下董事长的位置。妈，我觉得你现在就非常的好，他肯定还有点嫉妒。希望他等会儿别捣乱就好。感谢各位莅临，
今天林思科技与星河科技将共同向大家汇报我们第一阶段的合作成果。在此之前，我知道外界有很多疑问、质疑，甚至是嘲讽。有人说我们的公司是 PPT 公司，也有人说我们买的是皇帝的新衣。那么今天我们不用 PPT， 我们用更可信的方式证明自己。切，说的那么好听，你拿什么证明？芯片技术被西方垄断这么多年了，你忽然说取得了突破，谁信呢？哎，李经理，你是天盛投资的资深合伙人，你应该知道什么内幕吧？据我所知啊，苏总刚才说的确实有被夸大成分。他不是天盛投资的资深合伙人吗？连他都不相信苏总的芯片，难道这个芯片是个骗局？大家安静啊，听我解释。你今天把大伙叫过来，不过就是为了骗投资的吧？是啊，今天让我们大伙儿过来，今天你不给大伙儿一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证明我们的芯片绝对不是骗人的。用嘴说谁不会啊？有本事证明给大家看！绝对不能让这个苏雨一个人把风头出完了。他抢了我的董事长之位，这个仇还没报。我们就用实际产品说话，让大家亲眼看到实物，不给大家画饼。什么？难道他们真做出了成品，不是 PPT？ 难道我们龙国的芯片真的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没事儿，在没见到实际产品之前，我们要都保持冷静。这是我们基于星河科技共同联合研发的星汉衬底首次成功流片并完成封装的原型验证芯片。它集成了来自3个不同的工艺节点、2组不同材料组成的一组计算核心。下面请看实时对比测试。什么？他竟然真的做出了芯片？是真的，成功做出来了！哎呀，这真的做出来了呀！这些数字如果属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手机可以3天不充电，性能翻倍；意味着数据中心能耗砍半；意味着自动驾驶反应快1倍；意味着人工智能训练成本暴跌。这不是改良，这是换代，这也太强了！数据是很好看，陈教授。实验室数据嘛是美好，但芯片不是数学题。从实验室这几片幸运儿到稳定量产、可靠交付的千万品商品，这中间隔着太平洋那么宽的鸿沟。李经理说的确实有道理。对呀，这个芯片是个例，还是能独立生产的商业用品呢？不是我说你，你搞投资做时尚是理。但芯片制造是重资产、长周期、拼管理、拼供应链的硬仗，这可不是你坐在办公室打点报告、开几个发布会就能搞定的。总之，专业的人要干专业的事，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现在这董事长位置坐的，恐怕不少老人心里是不服气的，觉得要找一个懂行的人来掌舵了。确实啊，得有个懂行的人来把握方向。确实，这根本就是两码事。李明远先生，您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说2点核心。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第二点就是怀疑我妈她是否有领导公司的能力、企业的才能，以及领导企业将技术变为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吗？对啊，我说的是事实啊。制造芯片需要大量的资金，需要顶级的工厂，需要钱，需要地，需要场地，需要人。林思科技的第一个项目的技术研发已经成功，第2步就是将这个技术化为产能，转化为驱动各行各业升级的澎湃算力。我在此代表我个人以及我妈苏云女士掌握全部资本，为此对大家进行一个宣布，向林思星河追加技术投资200亿人民币，用于建设临港新城。林思芯片的全自动生产线，我们的第1个工厂将于明日动工。200亿，明天就动工，全自动可控，这个数字比刚才的技术数据更让人头皮发麻。这不是规划呀，是宣布及执行的雷霆手段。是啊，
这200亿的投资足以瞬间撬动数倍的相关投资，顶尖的设备商、材料商、建设商蜂拥而至啊！最重要的是，明天动工这4个字展现出的是一种可怕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彻底碾碎了 PPT 炒作的所有质疑。根本不可能！李经理，虽然你是我公司的资深合伙人，但是你多次造谣滋事，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发展，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解除和你的任何合作。苏雨，你李明远活该呀！要是我加入这么一家公司，这戏还来不及呢，竟然会主动带节奏诋毁。就是，你说好好的资深合伙人不做，非要去拆人家的台，这下好了，看自己也完蛋了吧？李经理，你看你是自己走，还是我叫保安？我自己走。我听说这李明远呢，就是嫉妒苏总成为董事长，这种小肚鸡肠的男人，活该。灵思芯片性能怪兽200亿闪电进场，李明远狼狈离场。今天看来要出爆款新闻了，爆炸大新闻啊！妈，今天你也累了，还喝了这么多酒，休息休息吧。妈没事。婉婉，发布会上的事情，你投资200亿，明天就能动工建设工厂，肯定提前准备了很久。妈妈很感激你。妈，我们是一家人，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我妈帮我创业，我自己也能100倍返还。我现在的钱根本就花不完，有什么理由不支持最爱我的妈呢？婉婉，你真的很有商业天赋，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提前去做这个决策的吗？妈，我是这么想的，当机会被所有人看到的时候，那么这个机会就不属于先行者了，所以我们得更快更巧的去建立堡垒。资金我们有，决心我们更有，至于那个什么李明远，他根本就不配成为您的障碍。恭喜苏主为妈花费200亿元投资，已出发100倍返还2万亿元。您账户于月日时分入账人民币2万亿元，备注战略性产业投资关怀返现。2万亿元，这也太多了吧！未来要加倍对妈好，一方面报答妈之前的恩情，一方面自己挣更多的钱，给自己赢得尊严，同时也能再次帮到妈。妈妈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有你，但接下来的路会更难，动了太多人的奶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李明远是不会轻易罢手，还有那些工作人员。妈，我知道，所以我们才会更快更强，去建立属于我们最坚固的堡垒。至于这200亿，我会让它成为最坚固的盾和最锋利的矛。我们的安全体系、技术护城河、产业链联盟是该升级了。明天不只是工厂动工的日子，也是我们向所有人宣战的日子。婉婉，你成长的越来越可靠了，妈妈很欣慰。妈，你没事吧？你怎么了？可能是酒喝多了。妈，肯定是之前绑架留下来的阴影，加上最近你天天通宵，每天就睡4小时，怎么可能没事？没事，最近身体都被熬坏了。我还能再坚持。妈，我这就送你去医院。没事，婉婉。妈，这不麻烦。喂，是120吗？对，我们家里面有一个病人，急需紧急救治。王专家，我妈现在怎么样了？根据我们得到的信息，她是连续数月的高压工作，加上之前绑架时的心理创伤后遗症，让她得了急性心肌炎，合并严重的心律失常。严重吗？苏总的情况暂时稳定了，不过接下来72小时是关键期。我们医院已经启用了顶级的生命支持和实时监测系统，这种数据1秒都不能停。妈，你一定要没事啊！这怎么了？我们医院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不好了，我们医院被黑客入侵了。
们医院被黑客入侵了。你看，上面有字。仁安国际的蠢货们，你们的所有数据，包括楼上那位苏女士的生命体征，乃至控制那些机器的指令，现在都属于我们了。你们是谁？你们究竟想做什么？我们是谁不重要，72小时内支付价值50亿美元的比特币，如今倒数数据归还，否则倒计时结束，你妈妈就危险了。竟然有这种事情，是谁这么大费周章啊？看来是我妈动太多人的蛋糕。黄专家，现在转院还来得及吗？你妈的情况不适合转院，而且我们医院是安全等级最高的，连我们都被破解，其他医院更不安全。一定有什么办法。现在我不能慌，我妈还等着我救命呢。究竟是谁？究竟是谁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太可恶了！这已经不是商业竞争了，而是针对于生命威胁的恐怖袭击。幕后黑手能做到这个地步，又对我恨之入骨。我知道了，是国内做芯片被我们拖到墙角的商业巨头，一定是他们。看来我妈的担忧还是出现了。黄专家，麻烦你立刻召集国内还有院内最权威的专家，利用最原始、最稳妥的方式，保证我妈以及所在的楼层受到影响的濒危病人的安全。钱我来付，并且通知安保主管立刻上报国安、公安以及网信办，提供所有的线索和证据。请提供您的需求和预算。请你动用一切资源，确保仁安医院成为网络世界的黑洞，物理世界的巨头，任何人不得袭击。预算无上限。好的，明白。还有，我要你立刻给全球前3的白帽黑客组织负责人以及暗网最大的暗网组织者发布情报，寻找目标，找到攻击我们龙国4家高级医院的黑客组织，攻击解锁特定勒索病毒，并且分析解码密匙，以及返还追溯源。服务层达到 C2 服务层级别，悬赏总额高达20亿。提供线索者，我们奖赏5亿，向款由瑞士银行托管。时间目标72小时内，现在开始计时。好，收到。希望我的这些措施有用。妈，你放心，我一定救你。你们听说了吗？最近龙国出了个价值20亿美元的大单，提供有价值线索都能有5亿。听说了，全球暗网和白帽事件都瞬间被这颗金钱核弹引爆了，这可是20亿美金啊！这可是创造了最高悬赏的世界纪录。我听说，无数顶尖黑客、安全研究员、情报分析小组已经开始疯狂工作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有钱啊！打听顾客信息可是大忌，快动手找信息吧，不然就要被别人抢先了。有道理，兄弟们，我先行一步。马总，您放心，这次我们找的人绝对专业，苏雨必死无疑。哼，给了你那么多钱，如果不能把苏雨拿下，你就滚吧。是，只要这苏雨不在了，龙国还是蓝峰芯片科技的天下。怎么说？苏雨的情况怎么样？顺利吗？非常顺利，这林婉明显被吓傻了。现在我们只要等着苏雨先扛不住就行了。好，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好处少不了你的。是，马总。苏雨、林婉，你们2个把我逼到这个份上，就别怪我背叛你们了。林小姐，休息一下吧，您这2天睡眠太少了。我妈还没有脱离危险，我不放心。林小姐，我妈怎么样了？虽然医院的大多数设备都用不了了，但是我们安排最专业的护理人员，24小时轮流照顾，没什么大问题的。那就好。不过苏总的病拖不得，医院的设备不修复，我们没办法动手术。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办理了，很快就会有结果。喂，林小姐你好，我是龙国白客秘密组织，受邀处理你的悬赏。怎么样？有线索了吗？我们找到了病毒和系统漏洞，并编写了一个可能有效的疫苗程序，正在模拟环境测试，请您稍等。最后3秒，
复，病房所有设备恢复连接，运行正常。林小姐，医院刚刚传来消息，病床和设备全部都恢复正常了，还加了最强的防护，现在可以安排手术了。去，给我妈安排手术。我这就去。之前答应给你们20亿，我现在立刻汇入你们的瑞士银行账户。林女士，其实我们是龙国的官方白客组织，所以这20亿你可以自己留着。这……您和您妈的天盛投资，目前是我们龙国最强的芯片企业，我们不能看着你们被国内的老巨头还有境外的势力联合绞杀，我们需要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所以我们需要你们的企业活着成长，这都是为了龙国。原来如此，为了龙国。不过我林婉也不是什么吝啬的人，我决定将这20亿捐给龙国的白客组织，用于升级我们国家的防护系统，防止国外黑客入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代表整个龙国的白客谢谢你。是你们救了我妈的命，是我该感谢你们，我也代替我妈谢谢你们。如果还有需要，请联系我们，我们就不打扰了。多谢。妈。婉婉，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委屈你了。不委屈，只要妈妈安全，我做什么都值得。没少花钱吧？妈，没花钱，是官方的白客组织，20亿他们没收我的，但是我还是把这20亿捐给了他们，为了龙国。为了龙国，婉婉，你做得好。恭喜宿主，被妈花费20亿美元，已触发100倍返利，返益2000亿美元。到账2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差不多是14000亿人民币啊！婉婉，是谁想要谋害我？你有头绪吗？查清楚了，是国内芯片老商业巨头蓝峰芯片科技的董事长马才元和李明远，是他们勾结的境外势力，想要击垮您，并且把我们龙国的最新芯片科技扼杀在摇篮当中。原来如此，这马才元为了一己私欲，竟然出卖国家，真是该死！妈，这些人他就是看不得龙国好，尤其是那个李明远，他因为嫉妒，竟然选择了叛国。迟早有一天，我要让这些人好看。妈，不用等，现在就可以反击。你想怎么做？他们伤害你，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开始反击，主动进攻，彻底击垮蓝峰科技，把李明远送进监狱。你说的有道理，防守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这次我们要进攻，要让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无法翻身的代价。妈，你觉得咱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比较好？我要蓝峰科技这个名字从行业里消失，我要害我的人下半生在监狱里度过，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害我苏雨和我的人是什么下场。好，妈，那咱们就先抽掉他们的骨头开始。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2步，第一步就是釜底抽薪。据我调查，蓝峰芯片科技他们比较依赖于一种纳米陶瓷技术，目前这种技术只有岛国的3家小型工厂能够稳定供应，但是产量极小，并且我还调查到蓝峰科技最近与一家岛国最大的工厂岛国精工陶瓷签订了未来3个月的保证协议，但是并没有完全支付预付款。你的意思是从原材料切断他们的供应，使他们生产线瘫痪，然后让我们的芯片开始生产后填上市场需求。不错。至于第二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再找找看。蓝峰科技的老板马才元还有李明远，他们联系外国的黑客谋害你，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证据我已经在收集了，相信不久就可以把他们全部送进监狱。其次，我们还可以再找一找他们公司法律系统上有没有存在的漏洞，到时候双管齐下，我就不相信蓝峰科技不倒。如此计划，这马才元和李明远想要杀我，现在该他们着急了。婉婉，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能够独当一面了，妈妈很欣慰。婉婉，我会配合你的计划，把他们绳之以法。绳之以法。从第一步开始，强调岛国精工陶瓷3个月的订单，不过我得先拖延蓝峰和岛国的订单签订。妈，
那我先走了，注意安全。喂，是蓝峰芯片负责采购的李经理，对吧？你是谁？我是你们的敌人，天盛投资董事长的亲女儿林婉。哎，天盛投资的人，你给我打电话做什么？不会是想收买我吧？你猜对了，我确实要收买你。公司是我家，马总是我的挚爱亲朋，手足兄弟，我是不会背叛蓝峰的。你请回吧。我会给你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多少？1个亿，并且没有风险。你要我做什么？蓝峰和岛国签订的磁系订单，并且尚未支付全部的预付款，对吧？没错。我要你拖延合同这个流程，并且帮我拖延3天的时间，剩下的事情就跟你没有关系。就这么简单？没错，就这么简单。这真给1个亿吗？对，没错。好，我做。这马才元和我是发小，但是处处扣我工资，逼我离职。我愿意配合你搞垮他。马才元啊，马才元，看来你这人缘确实不太行。马才元、李明远，你们2个在背后搞阴的，那我就送你一份更大的礼物。下一步，我要去趟岛国，和岛国精工陶瓷谈判。李小姐，不远万里来到岛国，我这就为你安排5星级酒店。不必了，荒岛先生，我来这里只为了一件事。你说？我要你们未来3个月的供应链。李小姐，很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支持，但是我们已经和蓝方芯片科技公司签下了订单。不过，他们应该还没付款，对吧？是，但我们是诚意的商业伙伴，签订了商业备忘录，我们不会背叛对方。我会给你们无法拒绝的条件，多少钱都不能影响我们做的决定，就算是……那我给你们100亿美金。但话又说回来了，蓝方只是给我们签订了商业备忘录，并没有跟我们签订合同。况且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也迟迟没有跟我们签订合同。既然如此，那我就和您签合同。好。这位小姐一出手就是我40年的收益，如此财大气粗，蓝峰都比不过，傻子才会拒绝和他合作呢。我送你。不必了，我还要去岛国其他2家工厂，专门做精工的工厂去看看。荒岛先生，你好。你好。荒岛先生，我是蓝峰的企业代表。之前合同的事情有事耽误了，您看，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按我们之前说的签了。非常抱歉，我们未来3个月的产能已经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客户全报销了。我不都有签了吗？那不是还没签。背信弃义，我就知道你们岛国都是小人。龙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只是做了对公司最有利的决策而已。对不起，我们做的决策是不会更改的。这我怎么回去交差呀？是谁？是谁吃了我们的供应链？我们不可以暴露顾客的信息。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我想起来了，岛国还有2家能生产精工陶瓷的企业，我必须立刻赶过去洽谈。哼，不好意思，先生，我们的供应链未来几个月供应链都被包下了，你去看看其他的公司吧。这家企业的供应链也被人包下了，这怎么可能？是谁？是谁做了这一切？是谁在针对我们蓝峰？完蛋了，这已经是最后一家了，没救了。蓝峰未来3个月的芯片都要停产了。根据本台财经记者可靠消息，国内老牌芯片巨头蓝峰科技的供应链被神秘人切断，目前所有工厂已经停产。婉婉，你干得太棒了！现在蓝峰芯片科技被我们切断了供应链，一定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都是马才元活该。等着吧，这件事情还没完呢。婉婉，你第2个计划也准备好了？估计马才元、李明远就会收到律师函了，这下他们估计哭出来了。你个饭桶，听你的！
花钱找人杀苏雨，结果呢，人家还活得好好的，看我们公司呢，马上要破产了。马总，我是谁封了咱们的供应链？你查出来了没有？还没有。那还不赶紧给我查！我要是知道是谁在后面阴我马才元一定不会放过他。马总，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是我怀疑是苏雨。这个女人财富深不见底，有想法，有手段。他们是不是知道我们勾结境外势力，还有害入医院系统的事情了？那可是重罪呀！如果被他们发现，我们可是要进去坐牢的。应该没有。应该？不，肯定没有。咱们做的天衣无缝。哼，要是这样最好。王总，不好了！慌慌张张做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了？灵思科技联合星河科技正式向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我们蓝凤科技旗下17款在售芯片侵犯了他们的5项基础专利，索赔金额高达200亿元人民币。什么？他们怎么敢？他们有证据吗？马总，应该是有的。灵思科技以前是个小企业，我们抄袭他们的科技，他们也不敢说什么。谁想到现在他们攀上了天盛投资这棵大树。该死！马总，不好了，马总，不好了！你这是又怎么了？天塌了不成？马总，证监会、税务局还有检察院几乎同时收到了厚达数公分的匿名举报材料，说我们蓝凤科技财务造假，3年连续偷税漏税，高达20亿呀！情况属实吗？属实。据我所知，他们说的都属实，而且证据链完整。这怎么办？你有办法打赢官司吗？马总，这种官司，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没办法呀！废物，一群废物！马总，别生气，我建议啊，赶紧收拾行李跑路吧，再不跑就来不及了。不行，蓝凤科技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我不能走。马总，那我先跑了。马总，我家里正好也有点事儿，那我也先走了。废物，一群废物！回想当年，我马才元也是龙国最牛的芯片老总，整个龙国没有不想搭我这条关系的。那种勃勃生机、万物锦发的景象，仿佛还在眼前。没想到，这才过去几年，这蓝凤科技竟然成我的葬身之处吗？我也先走了。李明远，别人走，你不能走。是你触动我谋杀素雨，我出事了，你也得进去。马总，您林婉，我知道了，马总，这肯定都是林婉做的，产业链断裂，还有出现的财务法律问题，都是林婉干的。怪不得，果然最毒妇人心，我就知道这俩人不简单。早知如此，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招惹他们？马总，不好了，记者得到了消息，把大门堵了。我们先下去，找机会溜出去。事到如今，也只有溜出去一条出路了。请问蓝凤科技的马总在公司吗？请问你怎么看待马总的所作所为？怎么看待蓝凤目前遭受的法律风险？我不知道，要不你们等马总来了再说。哎，马总，他们都是找您的，你要不出来说几句？哎，马总，您刚才是要逃吗？马总，难道您心虚了？那些法律问题都是真的吗？我现在不跑就来不及了，我不能被关监狱。解释什么解释？我马才元这辈子经历过的诬告多了去，难道我都要解释吗？就是，一边去，别耽误我们马总工作。马总，马才元，今天你哪儿也去不了。马总，不妨把话说清楚再走。臭娘们儿，是你们！马总，你说话这么粗鲁，难道是狗急跳墙？马总，
这是穷途末路了。我的供应链是你们切断的，是你们去岛国让我们蓝峰做不成生意，是你们收集证据控告我们蓝峰公司违法，是你想让我死。马总，看来你也不傻。对，是我们做的，不过我们可没有违法哦。岛国供应链是我们出更高的价格，这是我们应得的。而找蓝峰科技的法律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你们没有漏洞，我们想找把柄也找不到啊。贵公司偷税漏税20亿，我看你们也该进去反省反省了。什么？这么劲爆？这太精彩了，简直是年度商战大戏啊！马总，他们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马总，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下场是什么？那都是公司下面的人做的，我不知情，跟我无关。让开，让开！再不让开，我就报警了。谁报警？是我。呸，不是我，让我走。马总，你今天哪儿也去不了。我说了，那不是我做的，都是下面的打工人做的。我不知情。马总，当你的手下可真惨，到头来还要替老板背锅。不过马总，你放心，今天你逃不掉的。马总，您放心，这次我们找的人绝对专业，苏雨必死无疑。哼，给了你那么多钱，如果不能把苏雨拿下，你就滚吧。是，只要这苏雨不在了，龙国还是蓝峰芯片科技的天下。马总，您现在是狗急跳墙，想毁灭证据吗？马才元、李明远，你们两个涉嫌谋杀罪、叛国罪、勾结境外势力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完了，一切都完了。为什么？我李明远哪一点不如你苏雨？为什么今天我会走到这个地步？我不服！带走。我不服！马才元勾结外国黑客，破坏医院系统，伤害了无数患者。感谢你们之前提供的情报。警察同志，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我们后面再说。终于让这些坏人被法律制裁了。婉婉，谢谢这句话，妈妈都不知道说几遍了，但妈还是要说谢谢。妈，我们是一家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更亲了。对了，这次你去岛国拿下他们的供应链，还搜集了他们违法犯罪的证据，你花了不少钱吧？不多，也就300亿美元吧。恭喜宿主，为妈妈报仇雪恨，已触发100倍返利，返利3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换算过来差不多20多万亿人民币了，根本花不完了。果然，对妈好，就是对我自己好。婉婉，有时候真觉得你的钱是无底洞，怎么花都花不完。不过我也不打探你的秘密。我就知道妈最好了。妈，您知道吗？咱们公司的发展简直是一畅无阻，发展速度简直跟坐火箭一样。是呀，没了蓝峰科技的阻拦，再也没人阻止我们发展。妈，这下实现我们发财梦想了吧？实现了，实现了！我们的芯片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垄断，现在整个龙国都因此扬眉吐气。我们的订单已经预定到后年了，现在根本生产不过来。那是时候考虑扩建工厂。对了，婉婉，要不你去买个地皮，挑个好一点的地方，我们扩展2号工厂，提高产能，让整个龙国的高科技产品、高科技公司都用上我们的芯片。对了妈，正好我听说后天有个房地产拍卖会，到时候我去看看。好，妈妈知道你最可靠了。妈，你放心吧，你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为了老妈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妈妈可不希望你上刀山下火海，我只希望你成为最受人尊敬、最富有、最快乐的女孩子，
再也不受那些渣男和坏婆婆欺负你。妈，你放心吧，他们再也不敢来了。他们要是再敢出现在我面前，我到时候狠狠地教训他们。妈，您先休息，那我去准备了。好。哟，这不是天盛投资的林婉小姐吗？是啊，这可是商业中的大明星。你好，林婉小姐，您都不知道您现在有多出名，整个龙国都说您是芯片公主，为龙国芯片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啊，今天终于见到了，太激动了。幸会。那林小姐，我们就先不打扰了，等会儿见。等会儿见。哟，这不是林婉吗？你怎么在这儿？是你啊，倒是你一直阴魂不散。哼，我好歹也是你前婆婆，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哼，真是不孝。我们都不是一家人了，何谈孝子？周梅，这就是你说的道德败坏的前儿媳？就是她道德败坏，才被我们赶出家门的。我道德败坏？我天天被你们家暴，这叫我道德败坏？倒是你，当了个大富豪，你这个老女人才是道德败坏吧？你林婉，瞧好了，这位是金富贵先生，富贵地产的老板，身家说出来啊，吓死你啊！多少？不多，区过亿。过亿？不是吧？才过亿？我的身家早就万亿了。林婉，害怕了吧？你要是现在给我们道歉，从这儿滚出去，我就不跟你计较什么啦。不多，过亿而已。你真狂妄！小姑娘，说话不能太狂妄，身价过亿你都看不上。你说说，你挣了几个子儿啊？不多，区万亿，也就是说，几万个你才能追得上我的尾气。切！周梅，你这前儿媳挺幽默呀。万亿，她才多大啊？20岁？20岁的年纪，谁有万亿的身家啊？哎，金先生，这姑娘估计是走路摔倒，磕破脑袋了，变成傻子了，天天幻想着自己有钱之后什么样呢？切！哦，难道你是忘了今天的教训吗？可能那时你是存了几个钱，不过也就200万而已。金先生可是身价过亿，你那200万在金先生面前不过是9牛1毛。小东西，你也是在这里替公司拿地的吧？对。那你可要小心了，你今天招惹了我，别再想买下任何地皮。得罪了金先生，我看你回去怎么交差，等着被公司开除吧。要是我能拿到我心里的地皮呢？既然如此，不妨我们打个赌，今天谁花的钱多，让对方低头道歉，而且自己打自己的嘴。林婉，要是现在给我们道歉认错还来得及，不然等会儿就在所有人面前丢人吧你。哼，好，我接受你的赌约。你真是不知好歹，哼，等着丢人吧。好，一会儿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待会儿见吧。哟，还以为会中途逃跑呢，没想到还来了。该不会给哪个老板当秘书助理，提前来占座了吧？现在的小姑娘为了挤进上层圈，什么招数都用得出来。一会儿别乱举牌，给主家惹麻烦。用不着你们多管闲事。等会儿拍卖会开始了，你可别手滑瞎举牌，磕坏了牌子你赔得起吗？到时候丢人现眼，可别说认识我周梅。我劝你还是安静一些，这里是拍卖会。哼，走着瞧吧。欢迎大家来到地皮拍卖会，请有序出价，一起为我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从商业用地和小型住宅地块开始，配套住宅07开拍，起拍价8亿，
小型用地不值一提，我的目标是产业园区、核心工业用地，而且周梅他们比的是今天谁花的钱最多，他们比较急吧。林婉，你刚不是说话挺狂的吗？现在怎么不出手了？难道是怕了？这么小的地还不值得我出手？切，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等会儿有你哭的。林小姐看中的应该是价值100亿的工业用地吧？也不知道这个老太婆是谁，为什么一直跟林小姐叫嚣？9亿，10亿，10亿1次、2次、3次，成交！恭喜金总拿下第1块地皮。林婉，看见了没？这才是真正的实力，这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我劝你还是趁早赶紧滚蛋吧。先别着急，拍卖会才刚刚开始，下一块地皮继续拍卖。林婉，这拍卖会都快结束了，你怎么到现在都不出手啊？该不会是一开始就没有钱，在这儿狐假虎威吧？拍卖会都还没结束，你慌什么？还有，你这上蹿下跳着急的样子，像小丑一样。这里是拍卖会，不是菜市场，请你安静一些。林婉，你侮辱我！你给我等着吧，我看等会儿按照赌约，你自扇耳光的时候，还能不能得意得起来？哼！你就这么确定我会输？金先生已经拍下了30亿的地块了，你到现在还是零拍起呢。刚才竞拍的只是一些小型住宅，工业场地还没有开始竞拍。工业用地？哼，你，哈哈哈！哎呀，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工业用地那可都是价值100亿的，你哪有这个钱？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难道他真的是富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过是被我赶出家门的人，怎么可能如此有钱？他一定是装的。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你就装吧你。接下来是本次竞价的压轴地标——高新区未来新谷产业园区核心工业用地打包项目，包含 A01、A02、A03 3宗地块，土地面积合计约1500亩，3宗地块必须整体竞拍，起拍价人民币80亿元，每次加价幅度不低于1亿。真是块好地皮啊！国内巨头们可都看中这块香饽饽。要不是我们公司财力不足，我也想拿下。金先生，你说林婉会不会是冲着这块地来的？要不我们抢他一步拍下？这可是100亿的地皮，你让我自己拿下，这怎么可能？至于你说的小姑娘能不能拿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她才多大，还有多少钱？你说的是？这样吧，我给各位打个样，80亿。什么？80亿？哼，他就是胡乱报价，反正地皮最后也不是他付钱，装什么呢装？80亿，我就知道，林小姐可是天盛集团的人呢，这可是价值1万亿的大企业。他应该是在场最有钱的人。刚才这2个人刁难林婉小姐，现在有好戏看了。80亿一次，85亿。哼，我就知道林婉啊，肯定是胡乱瞎报价，他怎么可能会有80亿？确实，不过周围的人看他眼光咋这么尊敬？奇怪，而且我觉得名字这么耳熟。你肯定是听错了，林婉他就是个扫把星。哼，他要是有钱，我们干嘛赶他出家门？有道理。85亿一次，90亿，100亿，120亿。不愧是最热门的工业用地，整个龙国的大企业都争着抢。是啊，也不知道这块地皮准备花多少钱。200亿。啊？他居然直接出价到200亿，这不是掀桌子吗？这可是200亿，竟然报价报得如此云淡风轻，看来还是小看他的财力了。林婉，谁让你瞎胡乱报价的？200亿啊，掏得出来吗？你就报。200亿很多吗？200亿他都不在意，我的老天爷呀！林小姐该多有钱呢！他是他们整个公司的财神爷。什么？你们叫他财神爷？200亿都不当回事儿，这怎么可能？这个年纪就是打工的年纪，他怎么会这么有钱？这怎么不可能呢？你要是有钱，我们怎么不知道？因为这是婚后自己赚的。林婉是那个天盛集团的财神爷林小姐。金先生，都是你说前儿媳，我以为是什么小角色，没想到是天盛集团财神爷。早知如此，我何必跟你一起得罪他？
大家都坐好，不要扰乱现场的秩序。200亿1次，200亿2次，200亿3次。恭喜林小姐拿下此地皮。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当然是要你们履行赌注，当众道歉。我记得，当时有人说过，今天谁拍下的地皮最贵，花的钱最多，谁就是赢家，而输的那些人就需要当众掌嘴道歉。竟然还有这种赌约，这2个人怕不是疯了吧？竟然敢跟林小姐比财力！他们难道不知道天盛集团每次都因为林小姐才能存活？他们还真有这胆子。你不要太过分啊！林小姐，您大人有大量，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您，您原谅我。老金，你怎么真跟他低头道歉？他不管啊！都是您，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得罪林小姐？给我滚！你打我！你竟然敢打我！打你，打的就是你！你们都欺负我！来人，把他赶出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婉，她不过是被我赶出家门的人，怎么可能是掌握亿万资产的大小姐？哈哈哈，不可能！赶出去！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哈哈哈！自作孽不可活呀！什么胆啊，敢得罪林小姐？这个臭婆娘还以为整个地球围着她转。哎，林小姐，得罪了您，求您原谅我。喂，妈。婉婉，听说你拿下工业地皮了。不负众望。那太好了，今晚有个晚宴，整个龙国的商界大人物都会出场，你也来吧。好的。请知道宿主魏妈花费200亿元购买地皮，触发返现，已返现2万亿元。这钱还真是越花越多。好美，这就是天盛投资的双子星吗？对，简直比明星还漂亮。听说美只是他们最小的优点，他们的投资眼光、商业嗅觉都是顶尖的。听说他们还对龙国的芯片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喂？什么？我妈疯了，被关进精神病院了。我不能走，我刚被提拔为公司的高管，好不容易能来到这种顶级的商业晚宴见世面，我没法走。之前见过林婉，难不成是他做的？林婉，哼！陈子明，你怎么在这儿？怎么找我有事啊？我妈疯了，进精神病院了，是不是你做的？你妈疯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难不成是我干的？他们说最后见到你，肯定是你弄的。你要是觉得是我弄的，行，你去报警，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什么你？报警啊！让警察过来。好，等我回去了解了解情况，真是你做的，我不会放过你。哎呦，怎么现在你又突然变得理智起来了？那你快回去了解吧，别碍我眼。陈子明，你要是再打扰我家婉婉，我就叫保安了。保安？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可是整个龙国最高端的商业晚宴。我刚刚被提拔为高管，才有资格来，你们凭什么？怎么了？你能来，我们就不能？这人是怎么敢这么说话的？不知道他是大人物吗？不知道，可能没脑子吧。听见没？他们现在在替我说话。我现在可是天启电车的高管，你惹了我，现在给我道歉还来得及。这人不会以为人家口中大人物是他吧？有够抽象的。我今天要是不道歉，又如何？不道歉，
就等着失业，在整个商界没有立足之地吧。陈子明，谁给你的脸？多大的面儿啊，还让人在商界混不下去？你以为你是什么只手遮天的大少爷？总之，你们现在赶紧从我眼前消失，还来得及，不然我真的要生气了。越怕的狗叫得越欢。我不跟你们妇人一般见识。我现在要去参加宴会了，你们要没有邀请函，就赶紧滚吧。我们确实没有邀请函，是因为我们不需要邀请函也可以进去。林婉，你装什么？不用邀请函也能进？等会儿被赶出去，你哭都没地方哭。万一再冲撞到哪个大人物，那后果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过来。好，先生，请您不要堵在通道，影响其他贵宾入场。这位女士是受邀的正式代表。她正式代表？开什么国际玩笑？你们调查清楚没有？她叫林婉，是我前妻，就是个无业游民，她怎么能……先生，请你立刻离开这里，不然我就叫安保人员了。你们给我等着！他恐怕还不知道，今天的晚宴是官方专门为你准备的。我很好奇，待会儿他看到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我也很期待，咱们走吧。在过去的1年中，我国科技与产业界中涌现出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担当、贡献卓越的优秀代表。他们引领了关键领域的突破，夯实了国家发展的基石。接下来，大会最庄严的环节，颁发龙国卓越企业领袖的勋章。这到底会是谁呢？会是谁呢？本年度只有2个企业家有此殊荣。他们以非凡的魄力和远见，引领团队在芯片领域做到了最后的突破，使龙国新的梦照入了现实。他们以坚实的资本与战略布局，打造了从设计制造、生产封装的整个生产线，为国家信息产业安全构筑了新的长城。他们不仅是成功的企业家，更是心怀家国、健康使命的开拓者。主持灵思科技集团联合创始人、芯片产业链总规划师林婉女士和苏雨女士。不会吧？不会，不。林婉，那个被我弃之如敝的女人，被父母肆意辱骂，被当成免费保姆一样的女人，是国家卓越商业领袖，肯定是我眼花了。不可能，梦，对，是梦，噩梦，一定是噩梦。恭喜你！这光芒，这高度，这距离，我祖祖辈辈都到达不了了。感谢各位领导来宾，感谢我的母亲，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科技唯有和实际结合，才能够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在此，我们决定收购天启电车，并且在完成收购之后，我们将其改名为灵思智行。我相信它将成为全球最强的电车。他要收购我在的公司，我才刚刚晋升成高管啊！这我以后怎么在公司混？我的前途，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努力的结果全没了。在这里，我也希望向领导还有在场的各位来宾提交一份补充协议，希望大家做一个见证，
一起做到公平公正。这里面是陈子民以及其母亲周梅。这里面是陈子民以及其母亲周梅，在我婚姻存续期间对我进行多次的家庭暴力。这里面包括但不限于报警回执、现场录音、拍摄照片以及录音威胁等等相关证据的复印件以及报警材料，我已经提供给了公安机关。我相信社会会还给我们一个被害者迟到的公正，也会给予施暴者应有的惩罚。完了，我的人生完了，全完蛋了！李婉，李婉，我不会放过你的。婉婉，正义终于到来了。妈，我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完美。